近日，安卓的著名玩具框架 iOS Post 因为大量辱骂而宣布停更。如果你是一个安卓玩具用户，那你一定听说过 iOS Post， 它是近几年最火的 Xpost 框架之一。在 iOS Post 宣布停更之后 ，Zigist Next、Shamico、Kernel SU 等项目也相继停止更新，玩机社区遭遇了严重的损失。据传，事件的导火索是因为某游戏封禁了大量的开挂玩家，这些玩家无处发泄，于是对只提供了基础能力的 iOS Post 进行了疯狂的辱骂。这件事有多离谱呢？相当于你因为开挂而被封号，然后不去反思自己，也不去骂外挂，反而把开源的安卓系统骂了一顿，都怪安卓可以玩游戏，才导致你被封号。从这件事你就能看出来，开源作者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的。事实上，因为大量辱骂、贫困潦倒，导致停更的开源项目已经屡见不鲜了。做开源被人骂到心态崩溃，更是常有的事。那么，做一个开源项目到底有多难？我们应该遵守怎样的开源礼仪呢？首先，再来简单讲一下什么是开源。开源是开放源代码的简称，项目作者会完全开放项目的源代码，所有人都可以查看、下载，并在一定的规则内使用。如大名鼎鼎的 Linux、Android 就属于开源项目。开源是人类计算机行业的瑰宝，我们生活中能用到的大部分软件都是在开源软件的基础上二次开发而来的。可以说，没有开源就没有如今繁荣的互联网。大部分的个人开源作者都是完全没有商业利益的，是不求回报的，完全基于开发者的无私和对技术的热爱。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件高尚的事，是互联网精神的体现。但为众人抱薪者却不一定过得很好，最大的原因就是社区氛围。很多人会把开源项目当作商业项目，把自己当上帝，把开源作者当作乙方来对待，不看项目文档，不看医术，就来问为什么跑不起来。素质差的直接破口大骂，什么垃圾软件根本不能用。对项目作者无限提需求，没被满足就来质问。几个月前我就说要某某功能，到现在都没加上。碰到不喜欢的功能直接评论，就这不如隔壁项目的一根小拇指。遇到 bug 不参与反馈，最多说一句某某功能有问题，过段时间没被解决就说态度有问题。更有甚者，只要在使用时候不开心，就对作者无底线的攻击。如果项目本身没有盈利，只凭一腔热情，碰到这样的负面评论，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仇恨，会对开发者造成严重的心态影响，热情被一点点消磨，从而导致停更。二是物质因素，除了部分由开源组织维护的项目和商业化成功的项目，大部分作者都是没有资金来源的。在去年，知名前端项目 Core.js 的开发者发文描述自己的人生低谷，一个被下载超过90亿次、1900万个开源项目依赖的底层代码，几乎所有的前端程序员都会用到它，其作者一个月只有几百美元的收入，穷困潦倒。知名框架 Python 爬虫应该都用过的 Request 项目，作者称自己因病失业，需要资金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除了这些比较知名的项目，其他非知名项目从开源中能获取的经济利益更是少得可怜，大部分都只有一点偶尔的捐赠，哪怕是很多互联网大厂也都是直接白嫖，甚至在你的项目上创新，然后转过头来干掉你。三是开源环境，很多开发者选择把项目开源，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开发，一起来维护，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目的都会落空。开源后，除了获得一批赛博甲方，并没有人来帮忙。大厂参与开源，一般也有 KPI 需求，不太知名的项目只会拿走直接用，不贡献一行代码。反而是 Linux 这种知名项目，哪怕是改一下注释的错别字或者措辞，也一堆人拼命的提交 PR。四是各种风险，开源并非是完全安全的。如果有人拿你的项目做坏事，有时作为开发者也需要承担责任。之前著名的100万事件也是因为参与开源，部分项目更是随时会有人身的危险，比如不久前的某次雪崩式山库。那么使用开源项目要遵守哪些最基本的礼仪呢？首先就是开源协议，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协议，请遵守它。其次就是人与人沟通时的基本礼貌，开源作者不是乙方，不要颐指气使，也不要脏话连篇。沟通时尽量抱着解决问题的目的，而不是只是为了发泄情绪。互相尊重是一切的基础，学会如何反馈问题，可以去学习提问的智慧，会非常有用。如果可以，点一个 star 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如果有能力，可以贡献代码；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以给你喜欢的项目适当捐赠。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雪梨99，我们下期再见吧。